炸桥的事儿，乌克兰说是乌克兰人干的，俄罗斯说嫌疑车辆来自西伯利亚，哪种结果对全球是最安全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事件之后呢，俄乌双方都以非常快的动作做出了响应。今天我们就看到克里米亚大桥的铁路桥已经恢复通车了，公路桥呢，则是通过一些个简易的临时措施恢复了部分的通行量。大概因为是暂时嘛，反正这种情况国内肯定是要做一些结构检测的，俄罗斯现在呢是来不及做。另外，海峡的轮渡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了航运，算是用最快的速度来消除爆炸的影响。而大家最关心的反应，这是不是乌克兰干的？如果是，那么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俄罗斯说的末日审判会是什么样子？这两天有各种号称是最新资讯的消息，说俄罗斯马上要对乌克兰正式宣战，普京批准使用核武器，要用低当量核武器进行演示性打击，让我想起了上个月还有人传言说普京要把无人的蛇岛当目标，扔一枚战术核弹，这样呢又不破坏自己的底线，又不死人，容易控制局面。那我就好奇了，如果俄罗斯真要是这么干了，美国是不是也可以在核岛搞一次战术核武器的核反击呢？那双方真是又有尊严又和谐。不过这蛇岛招谁惹谁了？结果不用2天时间，俄乌双方都把自己的观点公布出来了。华盛顿邮报10月8号报道，一名乌克兰政府官员对媒体表示，是乌克兰的特勤局策划这次爆炸案。乌克兰主动承认这事儿呢不奇怪，因为他们早就说过，要针对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变电站，还有炸水坝让60万市民搬家疏散这事儿进行个报复。爱沙尼亚国防部也马上宣布说乐见其成，并且对乌克兰特种部队还表示了祝贺。俄罗斯方面这次也宣布了，不是油罐车起火事故，也不是烟头，而是蓄意实施的袭击。发生爆炸的那卡车，车主的身份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居民。通过摄像头监控视频倒查的身份信息当然是不难的。现在就有人开玩笑说，乌克兰说了桥是我炸的，俄罗斯人说桥不是你炸的，是我们俄罗斯人自己炸的，都不想把成绩算在对方头上。其实呢，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因为双方观点不一定是矛盾的。现在我们搞不清楚乌克兰特种部队跟这辆车到底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是乌克兰人说服了一个带有强烈反普京情绪的俄罗斯人参加了袭击行动，还是在这位俄罗斯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伪装成货物的爆炸物送上了车，然后远远跟着遥控起爆？反正只要是乌克兰参与了，按说俄罗斯都应该进行强力报复。可是呢，如果俄罗斯一直重点强调车主是谁，来自哪里，而不是重点说乌克兰方面做了什么，那就有可能是俄罗斯要淡化这个事情的性质。当然，现在用网上低情商的说法描述，就是俄罗斯喊了半天使用核武器，现在自己怂了；用高情商的描述，就是俄罗斯的战略定力真好。其实呢，这时候还真别嘲笑人家俄罗斯，如果普京真憋不住火，搞出一个核大战，恐怕全人类谁也落不着好。俄罗斯这个时候能够保持克制，避免核战争，多少算是忍辱负重，各国都应该知足。当然，俄方也不应该什么都不做，他们现在呢是把这件事儿定义成了恐怖袭击，那意味着俄罗斯会按照这个性质进行反击，会有一个比较强，但是又不至于引发北约、美国参战的烈度。例如，针对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特种部队进行一系列的斩首行动，或者再找一些个乌克兰的民用设施进行打击。当然，我们希望双方不管怎么打来打去，再怎么报复，都不要再把民用设施当成目标了。